2025年2月15号清晨，台东制航基地一架编号1130的永鹰高教机，像往常一样在飞行员林伟的单人驾驶下起飞，准备执行基本的航线投弹科目训练。这架飞机机龄才刚满1年，飞行总时数也才区183小时。可谁都没想到，在起飞后的短短几分钟内，意外发生了。空中一声巨响，随着林伟少校发出双发动机失效的宣告，这架新锐战鹰就一头扎进了台东都兰外海。幸好林伟反应神速，成功弹射跳伞，意识清楚地被黑鹰直升机救起，保住了性命。但这一摔碎的不仅是飞机残骸，更是打破了该项目领导层最脆弱的信心滤镜。要知道，这可是台湾的高教机研发的代表作，被誉为全球最先进第5代高教机之一。一位对高教机催生有功的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当时就心疼地感叹，认为新机过早服役带来较高风险。他还指出，新机服役1年就衰掉，而且是双发动机同时失效，这概率实在太低，不能排除是不是发动机叶片等内部问题互相影响造成的。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故就像揭开了一张光鲜亮丽的宣传海报，露出了背后那些令人不安的数字。根据相关报道，截至2024年10月，在短短3年内，永鹰高教机的发动机竟然发生了148次故障，影响了飞机的妥善率。同时还有112项648件系统件在保护期内送修，其中一些品项的维修期长达707天尚未修复。所以你看，这架永鹰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带着一种强烈的反差。它是台湾航太工业崛起的象征，是承接未来战力的桥梁，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正在经历少年维特的烦恼，甚至可以说是成长阵痛的机型。那么台湾空军为什么这么迫切的需要这只永鹰呢？这就得从那批服役了近半个世纪的老兵说起。在永鹰出现之前，台湾空军飞行员的培训模式，用行话来说是3阶段3击中。第一阶段，螺旋桨的 T34C 初级教练机；第二阶段就是台湾 ATG 的上一代 AT3 自强号高级教练机。他就像一位尽忠职守的老士官长，从1980年代开始服役至今。AT3 的功勋是毋庸置疑的，它由航发中心自行研制，名字就叫自强，意为自强不息。它采用了可靠的双引擎设计，从1989年起，它就是那只在典礼上用3色彩烟划破长空的雷虎小组的座机。许多飞行时数超过数千甚至上万小时的教官，比如空军教官林少文，个人 AT3 飞行时数就高达1万小时。这些教官们把自己的青春、汗水乃至生命都融入在了这架飞机上。但 AT3 毕竟太老了，它就像一位年迈的战马，尽管精神矍铄，但身体的零件已经濒临受限，航电系统也跟不上时代。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是一串让人心痛的数字。截至2022年 ，AT3 在服役期间至少发生了15起事故，造成10起飞行员殉职。每一次失事都像一记重锤，敲击着空军高层的神经。而第3阶段的步训机任务，则是由老式的 F-51F 胡2式战机担任。F-51F 本身就是台湾前一代的主力战机，让年轻的准飞官在这些高风险的老飞机上进行基础的空战和对地战术训练，无疑是给他们的起步增加了巨大的难度和危机。用一句大白话来说，以前的培训就是让年轻的飞官在老掉牙的教具和随时可能罢工的设备上学习操作高风险的战术，这不仅转换训练时间长、效率低，而且风险系数极高。退役中将张延廷曾疾呼老教练机已不合时宜，该淘汰换高教机。于是在2017年正式定案，启动了鸿翔3号军事投资建案，预算高达686亿3901万余元。但这个决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幕后围绕着新式高教机应该外购还是自制，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路线之争。当时摆在桌面上的方案其实有3条路。第一条就是直接向国际成熟厂商购买，比如意大利的 M346或是韩国的 T50。韩国的 T50甚至有传言是当年台湾金国号 IDF 计划结束后，大量人才流失到韩国，帮助韩国工业实现腾飞所铸就的。这对于那些希望快速低风险换装的空军人士来说，无疑是最省事儿的选项。第二条是 AT3 MAX 方案，也就是在 AT3 的基础上进行性能提升，但 AT3 的机体和航电毕竟已经落伍，性能提升的空间有限。第三条也是最后被采纳的，就是以 IDF 战机为基础重新设计的 XAT5 方案，也就是后来的永鹰。最终选择自研自制的这条路，背后是一个更宏大的战略考量。这不仅仅是造一架飞机那么简单，更重要的目标是重建和维系台湾的航空工业人才链。当年 IDF 金国号的成功曾让台湾的航太工业达到了一个巅峰，但随着项目结束，人才和技术就像潮水般散去，
甚至被韩国挖走，导致台湾航太工业一度陷入低谷。现在通过永鹰这个大型项目，政府等于是用686亿台币的预算，为107家相关厂商打造了一个长达30年的持续运维商机。这不仅能解决消失性伤员的问题，还能为未来的新一代战机研发做好人才和技术上的准备。用汉翔董事长胡启雄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领头羊的责任。而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则认为，自制就像台积电，能够带动自主研发能力，而外购则像是富士康，只能做代工，这样带来的经济乘数效应，预估可以产生200亿台币的效益。所以永鹰不是买来的成品，而是用金国号的骨架披上了第5代数字外衣，进行超越80%的重新设计。总工程师孙光明先生和他的团队把 IDF 这匹追求高速灵活性的烈马驯服成了一架更适合新手学习的教练机。但永鹰毕竟是脱胎于战斗机，它在设计上就必须面对一些先天的基因缺陷。第一被诟病的问题就是陆地速度太快， IDF 战机追求的是高空高速下的灵活性，着重于气动力性能，而教练机需要的是低速稳定性和良好的操控性，这导致永鹰原型机降落进场速度一度高达142里，比老前辈 AT3 的110里高出一大截儿。对于那些刚从螺旋桨机过渡到喷气机，经验还不够老道的准飞官来说，高速落地无疑增加了操作风险。汉翔工程团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尽了办法。他们通过在量产型上减重1000磅，并修改机身设计，增大了减速板面积，强化起落架的强度，以降低进场速度，并提高滑行稳定性。这就像是给一匹擅长短跑的骏马硬生生装上了能够稳定慢跑的特殊蹄铁，其中的技术细节和设计取舍充满了智慧的博弈。第二个问题，也是最让教官们最头疼的，就是后座视野不佳。传统上，双座战斗机的后座坐的是武器操作官，不需要优先考虑视野，但教练机后座坐的是教官，他必须能够清楚地看到前方学员的操作和外部环境，以便在紧急时刻接手。永鹰继承了 IDF 的这个缺点，教官坐在后座，前方视野受到限制，就像被一个高大的前座阻挡了视线。为了弥补这个先天不足，工程师们采用了最现代化的手段来打补丁，在后座安装了 4K 高解析度显示荧幕，这个荧幕可以显示前座的即时影像和数据，据说甚至可以让后座教官在视野受限的情况下完成陆地降落科目。这简直是用数字科技的力量，在冰冷冷的金属座舱里创造了一双透视眼，赋予了教官更多的安全保障。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永鹰带给台湾空军划时代的进步，它的出现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训练流程的现代化和简便化。永鹰的驾驶舱配备了全数字化驾驶界面，这与台湾空军主力战机 F-16V、幻影2000以及升级后的 IDF 战机十分相似。对于新手飞官来说，他们从永鹰毕业后可以更快地衔接到主力战机。过去需要3阶段3击中才能够完成的训练，现在精简为3阶段2击中，大幅缩短了人员转换训练和适应飞机的时间，加速战力的获得。空军内部甚至首度揭露，永鹰的维保成本每小时17万元，大约是2代战机的一半，这简直是训练成本上的巨大解放。更厉害的是永鹰的地面辅助训练系统，它不仅包含全功能飞行模拟器，还可以通过资料连接到地面的即时监控系统。这意味着即使在地面，学官也可以在虚拟的世界里模拟使用雷达执行各种复杂的空战对地攻击任务。这就引出了军事爱好者们最感兴趣的永鹰的平战转换能力。虽然永鹰在设计之初是为了训练，但它骨子里流淌着 IDF 战机的战斗血统。它被设计成可以兼具高级教练机和部队训练机双重功能。它拆除了 IDF 原有的 M61机炮和后燃器等战斗装备，但机上保留了武器设施的空间和系统扩充能力。在和平时期，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教官，而在战时，他随时可以披上战袍，变身成为一架轻型攻击机。他拥有腋下4处，机腹1处，加上1烧的挂架，总共7处挂载点。虽然没有雷达，但他依旧能使用 IDF 可以挂载的传统对地攻击武器，比如 MK82、83、84炸弹、MK20 集束炸弹，甚至还能够挂载天界1型和响尾蛇空对空飞弹。在2022年，台湾就曾进行过永鹰挂载500磅水泥训练弹的演练，并成功精准命中目标。这个测试正是验证了它具备的平战转化能力。这批永鹰可以从训练场直接转到前线，担负起第2线任务。虽然它无法和主力战机在空优上正面硬刚，但它可以执行对地炸射的密度支援任务。这种多功能的弹性让台湾的空战力在数量上多了一层战略纵深。当然，
再回到我们故事的开头，那148次发动机故障和首次失事坠海的阴影，依旧提醒着所有人，高级教练研制道路绝不是一句口号就能够铺平的红毯。永鹰作为台湾地区航空工业在经国号之后最大的动作，它不仅是一架飞机，更是一个庞大产业链和数代人心血的结晶。它的优点突出，但它的缺点也暴露无遗，特别是对于其发动机可靠性、系统件的故障频率和维修时长过程的问题，被审计部点名，必须督促汉翔公司彻底理清原因，强化品管，并加快维修效率。毕竟飞官的生命安全容不得一丝马虎。在2025年8月5号，空军在冈山基地举行了雷虎小组传承交接典礼，象征性地宣布永鹰高教机正式取代 AT3， 接棒成为空军飞行特技操演的新主角。AT3 这位尽职的老兵终于成功身退，走进历史。但接棒的永鹰现在就像一个刚刚拿到接力棒正要冲刺的年轻选手，步伐还不稳健。有人批评他落地速度快，有人批评他视野差，有人担心他交付延期。但真正专业的解读是，高教机的核心价值在于高效安全的训练体系，而不是一味的追求超音速这种噱头。它的先进电子系统和训练模式的简化才是它真正的杀手锏。永鹰已然展翅，但它要飞向的未来依旧是风起云涌、充满未知的高空。它身上的每一道技术伤疤，每一个延迟的交付日期，都将成为台湾航空工业历史上最真实、最宝贵的经验财富。我们期待这只在争议中涅槃的鹰，能真正成为未来战机研发的基石，为台湾的下一代飞行员开辟一条更安全、更高效的云端之路。